供我读了12年书的恩人破产了。我本想带他们回家从头再来，没想到大伯却把我扫地出门，只扔给我一口没人要的破糖。但没人知道那口破糖底下藏着我翻身的第一座金矿。省状元，咱们村几百年没出过的人物，秦玉，你给你爹争气了，给你老秦家光宗耀祖了。谢谢杨叔。爸，这什么地方啊？连条水泥路都没有。沈叔，您怎么来了？秦玉，叔对不起你，做生意赔了，什么都赔进去了，叔实在是没地方去了。爸，这就是你供了12年的那个人，我看着也不怎么样嘛，供他读那么多书，到头来还不是个穷山沟里跑屎。若涵，闭嘴！秦玉，你别往心里去，这丫头从小被我惯坏了，不懂事，叔给你赔不是。沈叔，刘梅阿姨呢？她怎么没跟你们一起来？你阿姨她走了。什么？走了？可她上个月还给我打了电话啊。你阿姨是胃癌，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她不让我告诉你，说你在准备高考，不能分心。她临走前让我走投无路的话就来投奔你，说你是个重情义的好孩子，她信你。沈叔，不用说了，从今天起，你跟我住。跟你住？秦玉，你带着2个外人回来，问过我没有？各位乡邻评评理，他爹死后，要不是我秦远山给他屋子住，他早死了。现在书读完了，出息了，第一件事就是带外人回来，是想干什么？想合伙算计我家的房子，还是想争那几口糖？争家产。当年我爸刚走，您趁我不识字哄我按了个手印，然后转头就把我爸留给我的房子和地改到你名下了。大伯，我想问问，我家的东西怎么就变成您秦远山的家产了？这事儿我记着呢，他哥走了没过头七，秦远山就把堂口过了户。那会儿秦玉才多大点人呢？少在这儿翻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秦玉，我今天把话给你撂明白，你18了，成年了，该自己立门户了。今天正好，乡里乡亲都在这儿，做个见证。这份分家协议上写的明明白白，村东头那间破屋和旁边那口荒塘分给你，其余的房子、堂口、宅基地都是我秦远山的，签了它。从今天起，你过你的，我过我的，两清。要是不签，那这12年的房钱，咱们可要一笔一笔算清楚。远山，孩子今天刚考上状元，家门还没进，你就撵人，乡里乡亲的，留点脸面。再说了，那破屋破堂荒了多少年了，你拿这个打发人，良心过得去吗？我不管你状元不状元，成年了就自己出去找饭吃，别再想占我家一点便宜。这位大哥，你别逼秦玉了，是我破产了没地方去，厚着脸皮来投奔他的。你们要怪我？你谁呀？这是我们秦家的家事儿，轮不到你个外人插嘴。秦玉，赶紧签了吧！你一个读死书的，还真想赖在我家不走？给你个破屋破堂，已经是给你面子了，别不识好歹。这12年，秦远山表面说是照顾我，实则暗地里劫走沈叔寄来的大半生活费。寒冬腊月让我赤脚在河边洗衣服，把我当免费的劳动力。吃饭不让我上桌，睡觉也只给1块1骨板。这破屋和荒唐，不过是他占了我家的东西后吐出来的一口剩饭。这份家也是时候分清楚了。好，我签。从今天起，我秦玉不欠秦家1分1厘。12年的恩我记，12年的账今天清了。从今天起，我秦玉只为自己活。爸，这破房子连城里公共厕所都不如，这水都臭了。我要回去，我宁可睡天桥底下，也不住这种地方。若涵，秦玉，你没事吧？快上来！这是唐金沙。沈叔，拿铲子和桶，快跑！你到底在挖什么？在挖我们翻身的本钱。你
你说的我们翻身的本钱就是这个吗？没错，这叫糖金沙，天然高蛋白饵料，万里不出一口糖。我爸笔记里写过，他找了一辈子没找到。这东西能养鱼？不是养鱼，是养金子。秦远山霸着3口肥水塘当宝贝，他不知道，真正的金矿在咱们脚底下。秦玉，叔破产的时候身上就剩下这5000块，现在交给你。爸，你疯了！那是我们全部的身家了，你都给他！我们若涵，爸做了半辈子生意，看人从没看走眼过。12年前没走眼，今天也不会走眼。秦玉，咱们的糖金沙再好，也要钱买苗整糖。这5000块，就当给你的启动资金了。我相信你。沈叔，这5000和刘梅阿姨给我的5000，算你入股我的鱼塘。1年后我还你100万。好。要什么苗？草鱼、鲫鱼还是花鲢？不要常规苗，不要甲鱼苗。小兄弟，你晓得甲鱼苗多少钱一斤不？正经苗子一斤要70，你那个糖养得起？我不要正经苗子，我要这些残次苗。老板准备怎么处理？你说这些都是挑剩下的，一般没人要，最后就处理掉了。你要想要，1斤25，全给你。15，小兄弟，你开玩笑呢？我这进货都不止这个价。残次苗你卖不出去，放2天就得死，到时候1分钱都拿不到。15一斤，你清库存，我省成本。行，算你小子会讲价。我这儿大概有200来斤，3000块全拿走。成交。秦玉，这些东西真能养得活。沈叔，别人养鱼靠饲料，我们养鱼靠那口糖。糖金沙养出来的东西和普通糖里的不一样。读书读傻了，花钱买死货。他们现在笑我傻，等我养出来1只甲鱼抵他们1塘鱼的时候，我看谁还笑得出来。秦玉，这苗子品相确实太差了，咱这糖又荒了20年，真能养出个名堂来？能，市面上没人收残次苗，是因为他们没有糖金沙。糖金沙营养浓度极高，普通鱼苗碰了会应激死亡，只有残次苗扛得住。养足3个月，壳从青灰转金黄，群边加厚就成了纯血金甲鳖。金甲鳖，这东西我怎么从来没听过？纯血金甲鳖是甲鱼里的活化石，野生种群全国不到200只，市面上流通的更是屈指可数。每颗10块，那一只得……对，1万起步。沈叔，你压在我身上的钱，我不会让它白花。叔信你，你说接下来该怎么做，叔全听你的。沈叔，你磨砂，研成粉拌水里往塘中间泼，我来放苗。好。若涵，快过来搭把手。爸，那泥巴味也太恶心了，我受不了。再说了，我这鞋是限量款，沾上泥就废了。沈若涵，你看看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咱家什么都没了。现在秦玉带着咱们干，你连搭把手都不愿意，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你这双鞋多少钱1万2，你问这个干什么？你妈停了1个月化疗，省下5000块打给我。你这双鞋1万2，够她多活2个月。你闭嘴，别提我妈！你有什么资格教育我？因为这是我欠她的，所以这口糖算你妈给你留的，干不干你自己选。若涵，都怪我把她宠坏了，要是她能像你一样懂事就好了。她还小，给她点时间。好。若涵，妈没事，你好好吃饭，别老往医院跑。你生日快到了，妈给你买了双鞋，你上次说好看的那双，你快试试喜不喜欢。妈，我好想你，我不想要鞋子了，我想你回来。以前我以为日子会一直那样过下去，可现在爸破产了，妈没了，家也没了，什么都没了。妈，这双鞋
是你给我最后的礼物，我不会丢。但从今天起，我要先穿那双能走泥路的。大功告成，苗和沙都铺好了。接下来，哟，还真往里放啊！这水臭成这样，你往里放苗，秦玉，你读书读傻了吧？你们又来干什么？干什么？哼，来看看你们瞎折腾啊！一个破产的老板，一个读死书的穷小子，凑一块儿，还真以为能搞出什么名堂？我们搞不搞得出来跟你没关系，有事说事，没事走人。有事儿当然有事儿。秦玉，你9月就要去省外大学报到，按照咱们村小组白纸黑字的相规，本村户籍迁出人员自动放弃村内宅基地自留堂使用权。我上周已经联合本家亲戚报备了村小组，等你一走，这口荒堂和屋子全部都会无条件收回我名下。秦玉，他说的是真的？当然是真的啦！你现在养的再好，3个月后户口一迁，所有收益、堂口甲鱼全部归我。你忙活半天就是给我免费打工大侄子，这滋味好受哦！说够了吗？说够了就给我滚蛋！你个黄毛丫头疯了，信不信我揍啊？怎么样，还来不来？我告诉你，敢动我一下试试，我喊全村人来看看秦月山家2个大男人欺负一个17岁的姑娘。你个小丫头片子，简直无法无天！敢问我乐意还不走是吧？还想再来一桶？没教养，我们走。疯丫头，你给我等着！你穿成这样干嘛？你的另一双鞋呢？收起来了，不就是养鱼吗？我不信我还学不会。看什么看？怎么不乐意教我啊？教。秦玉，你快来看，这咳色，这裙边比上次又厚了一圈。底子打实了，再养1个月，咳色转纯金就能出堂了，到时候价格还能再翻1倍。太好了！秦玉，你交代的糖金沙的样本我装好了。好。镇上不是有个快递点吗？你跑一趟，寄给省水产研究所的张教授，邀请他来验收我们的金甲鳖。好嘞，终于可以出去溜一圈喽。早去早回。知道了。哟，这不是沈大小姐吗？寄什么呢？这么金贵？是不是那口破堂养出什么宝贝来了？跟你有关系吗？省水产研究所？难道他们寄样品去检测了？他们在搞什么东西？不行，我得赶紧把这事儿告诉我爸。省水产研究所，他居然搭上了省里的线。而且爸，他们那糖甲鱼，我前2天路过看了一眼，长得是真不赖，壳都开始发黄了。泛黄？2个月前还是残次苗，能泛黄？我亲眼看见的。爸，你说他们是不是真能养出什么名堂？就算养出来了又怎样？等秦宇9月户口一迁，这糖还是我的。可是爸，万一他挣到钱了不走了呢？还有那俩外地人也不是善茬，尤其是那丫头泼得很。到时候他们一旦站稳脚跟，怎么舍得这满堂的甲鱼不养？那就让他养不成。哎呦，这全死了，可惜了。昨天看着还好好的，这得多少钱啊？怎么这么多人围着咱家堂？让开，都让开！全翻肚了，怎么会这样？昨天还好好的呀！都没气了，秦玉怎么办啊？早说了你们养不活，折腾2个月还不是一堂死货？就是残次苗配臭水塘，能活到现在已经是老天开眼了。可惜啊，老天开眼也只开到今天。是石灰碱，秦玉，到底怎么回事？是病死的吗？不是病死的，那是什么？是中毒！有人给我们的鱼投毒！什么？秦玉，你别血口喷人，自己养不活，往别人身上泼脏水。沈叔，把所有翻肚的甲鱼捞上来，放阴凉处。全死了，还捞什么秦玉？全死了。他们是假死还有救。
什么？假死？有人在我们的糖里投了石灰碱，它的碱毒一夜间能毒死整塘鱼，但糖金沙是它唯一的克星。这些甲鱼不是死了，是在休眠保护自己，用冷水一次就能缓过来。沈叔，你现在去挑山泉水，要最冷的。若涵，帮我把所有甲鱼搬到阴凉处，动作要快。是。都死透了还捞，这不是白费力气吗？就是，不过听说石灰碱这东西可不是随便能弄到的。你们说，谁跟秦玉有这么大仇？秦玉，别演了，死都死了，捞出来就能活，你当自己是神仙啊？就是大侄子，认命吧！养了2个月，养成一塘死货，传出去也不怕人笑话。大伯，石灰碱这东西镇上只有一家5金店卖，谁买的、什么时候买的、买了多少，一查账本就清楚。况且塘底的泥里还留着一个43码的脚印。秦虎，我没记错的话，你就是穿43码吧？不急，等我把甲鱼救活，这笔账我再跟你们慢慢算。不可能，石灰碱下去，怎么可能还有救？这小子一定是在诈我。活了，全活了！秦玉，全活了！我的老天，刚才明明死透了的，这秦玉真有2下子，死鱼都能救活。爸，他真救活了，我们怎么办？快走！投了毒就想走？谁走了？秦玉，你凭什么污蔑是我们投毒？是不是污蔑？警察一查就知道了。若涵，报警。好。报警？我看你们拿什么报？这是我妈留给我的手机，我跟你拼了！若涵，别冲动！爸，那里面有我妈的语音和照片，现在全没了，我再也看不见妈妈了。那是我唯一的念想啊！2条丧家之犬赖在我秦家的堂上，白吃白住，还敢跟我谈念想？我呸！就是秦玉刚收留你们，今天这堂就差点全死光，你们就是扫把星，活该破产又死妈呀！啊！秦玉，你敢打我儿？啊！你们再敢乱叫一句，我让你连爬出这口塘的力气都没有！秦玉，你他妈疯了！你敢打你大伯？对，爹，我们报警！你小子完了！好啊，报啊！等警察来了，看是先抓投毒的，还是先抓打人的。你，各位乡邻，今天的事儿你们都看见了，这2个人作恶多端，石灰碱这东西，一带就能毁了整口塘的水。今天他敢往我塘里投，明天就敢往别家塘里投。咱们村是靠着养鱼吃饭的，塘是每一家的命根子，水源一毁，谁家的鱼都跑不掉。谁要是看见了昨晚的事儿，愿意站出来帮我说句话，我秦玉定重金酬谢。重金酬谢？秦玉，你连上学的钱都没有，你拿什么酬谢？别吹牛逼了，行不行？就是，不自量力。我们秦家可是占着村里70%的肥水塘，鱼苗进货，成鱼外销，全是我爸的关系网。你们谁敢和我们家对着干，明天我就断了谁的活路。没错，秦玉就是个什么都不懂的毛头小子。你们确定要为了他跟我秦远山作对？秦远山，你简直欺人太甚！各位乡亲，你们别怕他，越怕他越横。我们有东西哪里轮得到你说话？还想挨打？各位，我知道你们怕他不给鱼苗，怕他断了销路，怕他截了水渠，这些东西他不给我可以给。我今天把话放这儿，等我金甲鳖出了塘，建了新塘口，需要用人的地方多的是。谁愿意跟着我干，先给他开工资；谁愿意站出来说句实话，我秦玉记他一辈子。秦玉，
别在这儿狐假虎威了。你今天要是能让一个人站出来给你作证，我秦远山今天跪着从这塘边爬出去。来啊，谁敢？我敢。这不是陈磊吗？他姐还在秦山塘口干活呢，他怎么敢？这孩子平时被远山家欺负的够呛，今天这是豁出去了。陈磊，你可想清楚了，你姐还在我塘口干活，你家的工钱还是我发的，你确定要趟着浑水？秦叔，你欺负我算我没本事，但你让我昧着良心装没看见，我做不到。秦玉哥，今天天没亮我出来收网，亲眼看到秦虎拎着塑料袋往你的塘里倒东西，倒的就是石灰碱。你他妈放屁！吃里扒外的东西，老子弄死你！你们两条丧家犬也敢打我？丧家犬怎么了？丧家犬也比两头笨猪强，一头在泥里打滚，一头被踹得满地找牙。可以啊，老爸，英勇不减当年。从今以后，你和秦玉都是我沈国良的孩子，谁再敢欺负你们，我这条老命跟他拼到底。谢谢你，沈叔。陈磊，谢谢你站出来。刚才我承诺的重金酬谢，说到做到。你拿什么重金酬谢？你那堆残次苗养出来的破甲鱼，3块1斤都没人要。我的塘底有糖金沙，万里不出一口。这塘养出来的甲鱼叫金家鳖，1克抵你1塘鱼。1克抵1塘鱼，你脑子真进水了！就你那盆里泡着的残次货，能卖到3块1斤，我把这塘里的泥全吃了。让！秦玉呢？秦玉，省水产研究所的张教授专程来找你了。秦玉，你寄到省所的糖金沙样本我收到了，数据非常惊人，我专程来看看你的养殖现场。张教授，欢迎您，糖就在这边。爸，他不会真看出什么名堂吧？万一那破甲鱼真是什么值钱货？闭嘴！残次苗养大的东西能值什么钱？裙边厚度是普通甲鱼的3倍。壳色金黄，纯度达到特级野生标准。这种品相的金家鳖，目前全国合规流通的货源不到10只。秦玉，你是怎么做到的？祖传的方子加上这口塘底下特有的矿化饵料，具体配方不便多说。张教授，这批金家鳖一共230只，您收吗？收，全部收，每克12块，现金当场结清，绝不拖欠尾款。每克12块，那一只得多少钱？这一只看着怎么也有2斤多，那不得1万多一只？我的老天爷，1万多一只甲鱼，这哪是养鱼，这是养金子啊！爸，成了，真成了！太好了，太好了！张教授，你别被这小子骗了！张教授，这批甲鱼刚才全塘翻肚死了个干净，是他用不知道什么药硬救过来的，而且苗子是残次苗，市面上根本没人要的破烂货。这种底子的甲鱼怎么可能值12块一个？你不能收！就是这批甲鱼是石灰碱中毒，毒过的甲鱼谁敢吃？怎么可能是特级标准？还真是石灰碱。张教授，这秦玉以次充好，你一定要揭穿这小子的把戏，能在石灰碱中毒之后成功救活整塘甲鱼。秦玉，你这套技术填补了国内生态养殖的空白，这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技术突破。什么？张教授，你是不是搞错了啊？你们俩口口声声说残次苗不值钱，我告诉你们，正是因为是残次苗养出来的，这批金甲鳖的技术含量和科研价值才更高。你们不懂，就别在这里丢人现眼。秦玉，现在能出货吗？冷链车我随时可以调过来。现在可以出，但价格每克15块。行，就按你说的，每克15块，我整塘全收。老孙，现在立刻调冷链车来，把这批金甲鳖全部拉走，一只不留。是。一共230只，总重13120克，每克15块，196万8千块，一分不少。秦玉，你点点。我了个乖乖，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现金，196万，我养一辈子鱼也挣不到这个数啊！196万，只是第一块砖，我要盖的
是一座楼。不用点，我信你。好小子，这份气度我欣赏。秦玉，以后还有好货，直接打我电话。一定。秦玉，这钱真是咱们的？是咱们的。爸，你哭什么？咱们有钱了！我这是高兴。秦玉，这些钱你赶紧把收好，这可是你的第一桶金。不，这些钱不但算存，我打算拆成3份。第一份作为鱼塘扩建的流动资金，第2份是沈淑宁和若涵的入股分红，第3份单独给若涵。给我？没错，当你的大学学费够你读完4年，还有剩。谢谢你，秦玉。陈磊，这是给你的。3万，秦玉哥，太多了，这抵我1年的工钱了，这太多了。拿着。谢谢玉哥。陈磊，我问你，你愿不愿意来我这儿干，全职，1个月3万？什么？1个月3万？我1年都挣不到3万。跟着秦远山干了3年，1分钱没涨过。人家秦玉刚起步就给陈磊开3万1个月，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就是啊，陈磊这小子走了什么狗屎运啊！早知道我也站出来了。愿意，玉哥，我愿意，我什么活都能干，搬货、看堂、跑腿，你让我干啥我干啥。好，磊子，那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我绝不亏待你。秦玉，你那金甲鳖是怎么养的？能不能教教我们？是啊，我家那口塘虽然不大，但水质也不差，能不能跟着你学？我们要求不高，跟着你干就行。一群见风使舵的东西，爸他们都去巴结秦玉了，怎么办？各位乡邻，我正在规划扩建第2口塘、第3口，等产能上来，合作名额我开放给大家，到时候谁愿意学，我教。秦玉啊，你这口塘算是把咱们村的荒地盘活了，叔代表村里谢谢你。杨叔，谢谢不急，有一件事，趁今天乡亲们都在，我要正式举报秦玉山往我塘里投石灰碱，我要求依法追责。秦玉，你别得寸进尺，你钱都赚了还想赶尽杀绝？就是这些年村里修路修桥，哪次不是我爹出的钱？你现在要过河拆桥？秦玉，远山这事确实做得太过分，但他在村里干了20年，承包费交的最多，修路的钱也是他出的。要是真报警抓人，村里的面子上不好看，你看能不能？杨叔，我可以不报警，但有个条件。什么条件？你尽管提。把我爸留下来的私有水域确权红本现在交出来，然后当着村支书和全村乡民的面公证，这口塘、这间土坯房，永久归我秦玉，不管我以后户口迁不迁走，谁都不能动。我呸！不可能！秦玉，你胃口不小啊！确权红本是我爹那边传下来的东西，凭什么你说拿就拿？我告诉你，这口塘就算烂在地里，红本你也别想碰。杨叔，既然他不同意，那我只能报警了。秦玉，别冲动。远山，这红本当年本来就是秦玉他爹一个人掏钱办的独立确权，跟你没有半点关系。今天你把红本拿出来，这事儿就算了，你再犟下去，等警察来，那就不是还红本的问题了，你是要进去的。好啊，我算是看出来了，你合起伙来给我下套呢。秦玉，你是不是早就计划好了要逼我拿出红本？你小子跟我玩阴的是吧？你自己非要来送人头，能怪我吗？还有，我提醒你一句，故意投毒毁坏水产养殖，数额超过100万，属于刑事犯罪，是要留案底。秦虎还没结婚吧？你孙子以后政审都过不了。爸，我不想留案底，我还没娶媳妇呢，你把那个破本子给他吧，求你了爸。远山，拿出来吧，人家的东西你占了这么多年，够了。就是差点害人家倾家荡产，人家不报警已经是给你留脸了。村支书都发话了，发话了你还犟什么？再犟就是自己作死。远山，你是想在这里解决，还是去派出所解决？你给痛快个话。好，我给。怎么还不舍得松手？撒开！收好。是。秦远山，从今天起，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再越界一次，我绝不姑息。行，这次算你小子走运，我们走。总算有人治他了，
这20年他在村里横着走，谁敢说个不字儿？可不是嘛！去年他占我家糖的时候，那副嘴脸跟今天一模一样。没想到他也有今天，我呸！秦玉，你给咱们村出了个村霸，真是痛快呀！我刚看气象台发了预警，这周末暴雨要连下3天，降雨量比上次大2倍。我们的塘没有防护棚，暴雨冲下来泥沙会直接毁了塘金沙底质，所以接下来我们那儿的第一件事就是抢在雨来之前把防水钢架养殖棚搭起来。这棚子不小，光靠咱们4个人，3天能搭完吗？能。磊子明天一早去镇上买钢材和防水布，沈叔和若涵负责清理塘边地基，我搭钢架，3天够用。行，可是秦玉，这塘金沙养鳖是成功了，但咱们不能只靠这一种吧？万一以后价格变动，或者塘底沙有变化，咱们还有后路吗？当然有，我一直等的就是这笔钱到位。现在不光是搭棚子的事儿，我要做产业升级，方案分2条线。第一条线，塘内做分层生态混养，上层放鲢鱼净化水质，中层养金甲鳖，底层利用塘金沙沉积培育高蛋白水蚯蚓。水蚯蚓是天然活饵，能自给自足，饲料成本直接砍掉60%，3层互补，以后1口塘顶别人3口塘的，一层吃一层养，这不就是个小生态系统？对。第2条线，塘外做深加工，出塘的金甲鳖品相顶级的走活体拍卖和高端餐厅，次一级的送去合规药膳工坊做成鳖甲粉和滋补甲鱼膏。以后我们不靠天吃饭，不靠单一品种，靠技术。这不就是咱们以前做生意的思路吗？产品线要宽，附加值要做高。秦玉，你这脑子不念商学院都浪费了。原来你早就算好了，我还以为你就想养一塘甲鱼卖完拉倒。一塘甲鱼是起点，不是终点。等这场暴雨过去，我要借他的手帮我扩建鱼塘。他是谁啊？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宇哥，你说的我不太懂，反正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好，明天开始，咱们4人分工合作。暴雨来之前，1口塘都不能露在外面。好。好了，现在这棚子就算搞定了，就算暴雨来了也不怕。这云压得越来越低了，估计今晚就得下暴雨。没错，今晚开始陈雷守塘，每隔2小时巡一圈，有什么动静立刻叫我。放心吧，玉哥，我一夜不睡都行。老马，咱们认识10几年了，我有桩稳赚不赔的买卖跟你谈。哦，什么买卖？我手上有口塘，塘底下有一种矿化沙，叫塘金沙。这玩意儿不单能养甲鱼，原矿沙石往外卖，1吨8200，8200一吨。远山哥，你说的是真的？当然，塘口位置、深度、沙层厚度全标在上面了。你出人出机器，今晚趁暴雨没人巡塘，一晚上至少挖出20吨。事成之后，咱们5-5分。行，但我丑话说在前头，这塘要不是你的，我这几辆车、这几个人全得折进去。到时候别说什么5-5分，我连年都过不去。你给句准话，这塘到底是不是你的？我跟你交个实底，这塘以前是我的，但现在在我那个侄子名下。什么？不是你的？那你还让我去挖？你这不是坑我吗？老马，你听我说完。那小子是我亲侄儿，一个毛都没长齐的穷学生，他手里有一张窃权红本，但那又怎样？塘底下的塘金沙是秦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凭什么他一个人独吞？今晚暴雨，村里没人出来，你带人从村后面绕进去，几铲子下去，沙挖走了，塘废了，红本顶个屁用！到时候他拿什么证明塘底下有塘金沙？是老马，你想想，1吨8200，20吨就是16万4，你拿8万，我拿8万，干完这一票，你换个工地照样接活，谁知道是你挖的？再说了，今晚暴雨一下，什么痕迹都没了，这可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山哥说的倒也没错，暴雨夜村里没人，挖完就走，谁查得出来？8万块够我吃3年的了。行，那我今晚动手，从村后面绕进来，不惊动任何人。好，秦玉，你不是靠那口塘赚了196万吗？等今晚挖掘机把塘底全掀了，我看你还怎么嘚瑟。这天也太怪了，雨一直下不下来。哎，今晚可千万别出事啊！玉哥，玉哥，出事了，你快出来！说，挖掘机3台就停在咱们塘后面，好像还有7、8个人。果然来了。谁派来的？是不是秦远山？除了他还能有谁？玉哥，那咱们怎么办？既然他想挖我们的塘，
那咱们就配合他演一场戏，让他挖得越深越好。先把路给老子截了，别让任何人进来！住手！这糖是秦玉的，你们这么做是犯法！老东西，上次的教训还不够是吧？爸，你们让开！秦远山，你不得好死！上次往塘里投石灰碱没弄死我们，这次直接带人来挖塘，你还有没有人性？小子，嘴还挺硬。等挖掘机把塘底全掀了，我看你还骂不骂得出来？就是这儿，给老子挖，动作快点！等等，秦元山，这塘的红本在我手上，你敢挖，我就敢告你非法侵入加故意毁坏财物。你确定要冒这个险？非法？秦玉，你别拿那破红本吓唬人。塘是我秦家祖产，塘底下的东西是秦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今晚老子就是来拿回自己的东西。行，你要拿那就拿，但别怪我没提醒你，这塘底下的东西不是你想挖就能挖的。死到临头还嘴硬，老马，给我挖，动手！看到没？全是好沙，继续挖，往深了挖。秦元山，我警告你，那个位置不能挖，塘底有暗河，你挖穿了我这口塘就全完了。暗河？你吓唬谁呢？你越不让我挖，老子越要挖。老马，就朝那小子指的位置挖，给老子挖穿他。好。等等，什么声音？你们刚才有没有听到？不好，是地下暗河！他妈的，塘底连着暗河，这下全完了！马哥不行了，下面全是软泥，机器陷进去了！马哥，我们出不去了，快救救我们！你他妈坑我！你早就知道那底下有暗河，你故意指那个位置让我挖。没错，但这可是你们非要挖的。不过我正好准备扩建第2口塘，今天谢谢你们帮我挖好了地基，省了我一大笔请挖掘机的钱。你他妈还敢说谢谢秦玉？你坑的老马的挖掘机全废了，今晚你不把这几台机子的钱赔出来，老子跟你拼命！赔？我让你们看个东西。张教授，都渡下来了吗？3台挖掘机，8个人，主使者秦远山，暴雨夜非法侵入，故意毁坏省水产研究所重点培育基地，企图盗挖国家级生态养殖示范塘口。培育基地？这破塘什么时候变成基地了？秦元山，你他妈不是说就是个普通塘口吗？培育基地你也敢让我挖的？这是要坐牢往火坑里推！秦玉，你放心，我这边已经全部存证了，警车在路上，千万别让他们跑了。放心，都在，一个没跑。你他妈老子跟你拼了！大伯，这次你可跑不掉了。谁打的电话？我，队长。这几人趁暴雨夜非法侵入我的塘口，故意毁坏养殖设施，盗挖塘底矿砂，监控录像备份全在这里。好，你们把这些全部拍照固定，挖掘机上的指纹，泥里的脚印，一个细节别漏。是。队长，误会，都是误会。我跟远山哥就是塘口有点纠纷，我们自己能解决，不麻烦你们，真不用。这口塘是省水产研究所正式挂牌的生态养殖示范基地。秦远山今晚带人破坏的不仅是我的私人财产，更是省级科研项目的重点培育基地，非法侵入、盗挖毁坏加级生态养殖示范塘口，这是重罪。我会正式起诉你们，一个都不会放过。省级研究所的培育基地，你们都敢挖？来之前，局里已经接到省农业厅的督办通知了，你们今晚的事儿必须严肃处理。警官，都是秦远山指使的。他说塘是他的，出了事他全都让我直接挖，我也是被他骗了，求求你放过我。老马，你他妈你拿了老子8万块钱，你现在反咬一口，都闭嘴！铁证如山，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全部带走。是。走，秦玉，你给我等着！你敢这么对你亲大爷？啊！等老子出来，我让你闭嘴！还敢废话！证据链很完整，秦月，后续需要你来所里补个笔录。今晚辛苦你了。好的，队长。
深度2.8米，宽度刚好卡在旧塘边缘。秦远山这一挖，挖得正正好好，把咱们第2口塘的地基坑位全刨出来了。这深度养金甲鳖确实刚好。不过秦玉，你什么时候在棚顶装的监控？还有那个省级研究所的基地证书，你什么时候拿到的？玉哥，我也想问来着，那监控啥时候装的？我天天巡塘都没发现。证书的事儿，是3天前我去省城找张教授拿的。张教授，有件事想请您帮忙。秦远山上次投毒没得手，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我猜他下一步会趁暴雨夜带人捣毁我的塘，所以我需要一个能在关键时刻起作用的身份。你这盘棋下得不小。上次你救活整塘石灰碱中毒的金甲鳖，我亲眼看过那套技术，这个牌子你完全有资格拿。只是你确定他会来？他一定会来。一个占了弟弟家产20年的人，绝不会甘心看侄子凭一口荒唐翻身。好，其实证书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原本想过2天送过去，现在看来你比我想的还要快。谢谢您。还有一件事，我需要一套防水监控设备，画面实时传输到您的终端。行，我让老孙配合你。原来你早就准备好了，那你怎么连我们都瞒？秦远山不是傻子，你们要是知道有监控有证书，在暴雨里会紧张不下来。你们的反应越真实，秦远山越容易上头。怪不得你昨晚突然指那个位置让他们挖，我还以为你疯了。这下咱们真是出了口恶气。秦玉，接下来怎么分工？磊子带人清理坑里的碎石淤泥，2天内把地基平整出来。若涵去镇上采购新一批钢管和防水布，第2口塘的钢架棚要同步搭。行，我们现在就开干。张教授，秦玉，上次跟你提过的省城麒麟餐厅的王总，刚才又打电话来了，他那边急需100只金甲鳖，月底前就要，问你能不能接。2口塘加上分层混养系统，月底前凑够100只应该没问题，但时间确实紧，得盯紧出塘节奏。能，告诉他月底前准时出货。好。省城米其林餐厅要100只金甲鳖，月底前出。这一单要是做成了，咱们就能在省城高端餐饮站稳脚跟。太好了，那咱们得加快速度了。好，分头行动。小玉，这2口塘同时运转，月末100只出货没问题。100只勉强够，但如果想拿下省城市场，这2口塘根本不够。我们还要继续扩大规模，最好能把全村的塘都改造纳入咱们的系统。可村里大部分塘口都在秦远山名下，他人是进去了，但塘口产权到现在也没个说法，村里也没人敢动啊。秦玉，派出所那边来电话了，秦远山在里边闹着要见你。秦玉，你来了，快坐。我不做了，你找我什么事儿？秦玉，我好歹是你大伯，你爹的亲大哥，只要你肯出个谅解书，别让我坐牢，你要钱还是要糖，我全都给你，行不行？算大伯求你了。对，小哥，我们都认栽了，您高抬贵手，放我们一马。我说过的，你再越界一次，我绝不姑息。秦玉，我都给你台阶下了，你别太过分。坐下。这么快就装不下去了？秦玉，我和你爸毕竟是血亲的兄弟啊，你就一点情分都不念？要断就断干净，这话当初你让我签分家协议的时候你自己说的，现在这句话我还给你。乡亲们，秦远山犯故意毁坏财物、盗挖矿产资源，数罪并罚。名下所有塘口应属村基地土地，依规收回，给村小组统一管理分配。太好了，真盼了，这个村八终于进去了。20年的恶气，今天总算出了。这小子真有血性啊，给我们村子除了一大害啊！恶有恶报，老天爷这次总算开了眼。远山判了是好事儿，可他那些塘口怎么办？我家那口塘还在他名下挂着，这些年一直给他交租子，现在塘收回来了，我们怎么养鱼？是啊，
秦远山虽然坏，但他那些渠道确实养活了村里不少人。现在他进去了，渠道也断了，我们接下来怎么活？秦远山能给你们的，我也能给。秦远山能给你们的，我也能给；秦远山给不了的，我还能给。各位，我缺堂口，你们缺活路，苗子我给，技术我教，销路我找，我们只管养。愿意跟着我干的，今天就在这儿把这事儿定下来。可是秦玉，你家那口糖有糖金沙，我们那些普通糖哪有这东西？没有糖金沙，怎么养金甲鳖？是啊，我们根本也不会养啊。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人工培育糖金沙的技术，张教授那边已经验证成功。只要接入活水循环系统，普通糖一样能铺上糖金沙，一样能养金甲鳖。至于技术，我亲自教，包教包会。秦玉，你这想法好是好，可现在村里的堂口已经判归村集体了，你是要全部买走吗？不，这些糖全部分还给之前被秦玉山霸占的原主。谁家被他占过糖的，今天自己认领。杨叔，您做个见证。秦玉，你说真的？我家那口糖被秦远占了8年，真能拿回来？真的。但我有一个条件，我需要大家把堂口的使用权统一授权给我来管理改造，年底收益按每口糖的产产比例分成，干得越多，分得越多。合同我准备好了，愿意信我跟着我干的，上来签字画押。糖白还给我们，还交技术报销量，这比秦玉山良心100倍。我早就说秦玉这小子有出息，你们还不信？秦玉，我那口糖当年就是被秦玉山吞掉的，今天你帮我拿回来，我信你。我第一个签，我家那口糖也是，我也签。还有我，跟着秦玉山干了10年，1分钱没涨过，跟着秦玉至少有个奔头。沈叔、若涵、磊子，帮忙登记，维持秩序。好，我来核对堂口信息，我来登记人名和手印。大家排队，排队别挤，每个人都有份儿。秦玉，秦远山那几口糖荒了这么多年，你今天一句话就让全村人跟着你干，咱们村以后就靠你了。杨叔，你放心。我秦玉答应的事儿，一定做到。我养出来了。我真的养出金甲鳖了！我也是，我这只又大又肥，绝了！我那糖今天刚捞了3只，品相都不错。走，我们快去给秦玉送货。好嘞！这只壳色差一档，裙边厚度也不够，这批要出给王总的货，品相必须统一。这只也不行，个头偏小。玉哥，情况不太乐观，17口糖的存货我全登记了一遍，品相达标，只凑了刚好100只，剩下还有至少200只不达标。玉哥。这不达标的200多座，要是卖不出去，光饲料钱就压了好几万，怎么办啊？这品相上不了高端餐桌，普通市场又卖不上价，这批货要是烂在手里，咱们这一趟的利润全得填进去。达标的装冷链车，明天我和沈叔去省城给王总送货。不达标的，沈叔，上次让您联系的那个药膳工坊联系上了吗？联系上了，但他们说了，不收整只活鳖，只要鳖甲粉末和鳖肉膏成品，还得先送样品检验合格才肯签合同。你是说走不了高端生鲜就做深加工，鳖甲磨粉入药，鳖肉熬膏做滋补品，溢价是活鳖的3倍。这批不达标的货正好用来启动深加工线，这个行。我当年就是从药材生意起家的，鳖甲粉的炮制工艺，熬膏的火候，我闭着眼都能把控。我去村里喊几个人来帮忙，我来负责分拣和记录。100只达标货全部装车，样品也好了，检验报告我昨晚赶了一份，夹在箱子里面。玉哥，都装好了，冷链温度设好了，省城3个小时车程没问题。好，沈叔，咱们出发。等等，那我呢？若涵，你留在村里。17口糖刚出第1批货，磊子一个人盯不过来，你在家看着，有事打电话。可是我也想去。听话，我们省城是去谈生意的，不是去逛街的。哼！走吧走吧，这丫头的脾气就是一阵一阵的，
咱们赶紧出发，别耽误了王总的时间。秦总，比约定时间早了15分钟，货齐了？齐了，100只。王总，品相您亲自看看。我做了20年高端餐饮，经手的生态家居没有1000也有800，品相这么好的头一回见。秦总，你怎么做到的？祖传的方子，加上堂底特有的矿化饵料，细节不便多说，但品相可以写在合同里。以后每一批货，品相不低于今天这个标准，低于标准，您退，我全款赔。好，每克18块，年供500只，首批货款当场转账。唯一一条，品相标准，按你刚才说的白纸黑字写进去，敢签吗？敢！年轻人有魄力，这年头敢把品质写进合同里还包赔的供应商，你是头一个。秦玉，180万到账了！谢谢王总，下批货还按这个标准，我在省城等你。放心，王总，不会让您等太久。沈叔，回去按各家堂口产出比例，把第一笔钱分给村民。好，以前我做生意的时候，觉得签大单是天大的事儿，现在跟着你，签大单跟吃家常便饭似的。这单只是开始，走吧，我们去药膳工房。老沈，多少年没见了？你电话里说的鳖甲粉样品带来了？带来了，鳖甲粉3斤，鳖肉膏5斤，按你们的标准做的。老周，你看看能达到你们要求吗？细度200物以上，纯度指标全部达标，膏体透亮，没有腥味，熬膏的火候把握得很好。秦总，你们的深加工工艺是请的什么人做的？就是沈叔亲手做的。行啊，老沈，宝刀未老啊，品质没问题。那咱们谈谈价格，我这边可以给到每斤鳖粉1200，鳖肉800，长期供应的话，价格还能往上调。这个价格可以。秦玉，你看可以。周主任，合同准备好了吗？老周，这合同我不同意签。孟总，这2位是秦总和沈总，他们的鳖甲粉和鳖肉膏样品我刚刚检测过。不用介绍了，这人我认识。沈国良，这么久没见了，都说你破产之后就失踪了，没想到啊，你没找个地缝钻进去，反而跟着一个毛头小子满大街跑腿，你这老脸还要不要了？孟总，有事说事，产品品质周师傅已经检测过了，全部达标，为什么不能签合同？一个卖假药害死自己老婆的破产老板，他做出来的东西，谁敢收？你胡说！我当年是被人陷害的，我没有做假药。有没有你自己心里清楚？反正纪元绝不会收你的货，你不收，有的是人收。小伙子，口气不小嘛！整个省城药膳渠道我纪元是最大的，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我不收，没人敢收。你那些粉就算磨成金子，也只能烂在手里。我劝你早点认清现实。孟总，我想你搞错了一件事，现在开始不是你不收我们的货，是我们不卖了。沈叔，我们走。姓沈的，别以为换个马甲就能翻身，我倒要看看全省城谁敢收你们的破烂货！秦毅，对不起，今天这事儿全怪我。要是我不跟着来，孟华不会认出我。合同早就签了，是我连累了你。沈叔，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孟华针对的不是你，他是冲着所有可能威胁纪元渠道的人来的。就算没有你，他也会找别的理由卡我们的货。你不明白，他针对的就是我。当年的事儿，秦玉，你陪我去个地方吧。好。梅呀，我带秦玉来看你了。多亏这孩子，咱们挺过来了。若涵也很好，越来越懂事了。秦玉也考上了全省状元，你在那边可以放心了。刘梅阿姨，我来看您了。您当年省下化疗钱供我读书，
这份恩，秦玉这辈子都记着。你放心，我会好好照顾沈叔和若涵的。沈叔，你破产到底是怎么回事？前些年我的医药公司越做越大，抢了不少同行的市场份额。趁我一批大单出货时，买通了质检所的人，出了一份假报告，诬陷我的产品重金属上标。然后行业媒体铺天盖地炒作，说我沈国良卖假药谋财害命。更不巧的是，当时你刘梅阿姨查出了胃癌，对方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了这个消息，变本加厉，到处散布谣言，说我是卖假药把老婆吃出癌的。从那之后，供应商挤兑，银行催贷，所有合作方一夜之间全部解约。不等我解释清楚一切，你刘梅阿姨也没了，公司也没了。沈叔，你当年没想过去查清楚吗？刘梅走后，我的心气彻底散了。那时候若涵在学校天天被人指指点点，说他爸是卖假药的，说他妈是被自己家的药毒死的。他开始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句话不说，整1个月没去上学。所以你才带他来找我的。没错，其实若涵她表面上大大咧咧、嘴硬逞强，其实心里比谁都细腻。没了妈妈已经够苦了，我不想让她在那个环境里再被一句句闲话扎成筛子，所以我没再追查下去，离开那个到处都是恶人的地方。沈叔，幕后那个人，我一定会帮你找出来，还你个清白。不，秦玉，别为了我的事分心。你现在事业刚起步，势头正好，梦华在省城根深蒂固，惹他对你没好处。今天合作泡汤了，咱们再想办法，别因为我坏了你的前程。沈叔，既然纪元不买，我们也不求他。没人收我们的货，我们就自己成立公司，自己卖。自己成立公司？自己成立公司？秦玉，你认真的吗？当然，从养殖到深加工到销售，全部打通，这样以后就不受任何人卡脖子。纪元不收，我们就自己卖，直接对接药店、医院、养生馆，把渠道握在自己手里。可是，沈叔，你当年能把医药公司做起来，现在也能再做起来。刘梅阿姨要是活着，最想看到的就是你重新站起来，把当年泼在你身上的脏水一滴不上的泼回去。沈叔，你敢不敢再搏一回？敢。好，沈叔，这次我们一起。那咱们赶紧回村，今晚就开干。我把仓库腾出来当车间，家伙事都是现成的。不着急，回去之前，我们先去一个地方。去哪儿？秦玉，你来这儿干嘛？上次秦玉山把若涵的手机踩碎了，他说过，那里面存着他妈的照片和语音，是他唯一的念想。沈叔，你帮我看看，他原来用的是什么牌子？不行，这太贵了，若涵用不着这么贵的。沈叔，这是我欠他的。您好，请最新款是哪个？先生，这款就是我们的最新上的爱宠18，您看看。多少钱15000。就它了，帮我包起来，谢谢。好的。刘梅，你当年没看错人，这孩子真把我们当自家人了。天哪，这么多钱！秦玉这一趟去省城，真把货卖出去了。什么叫卖出去了？这么多钱肯定是赚翻了，好不好？也不知道我们家能分多少。各位厦门的货成功卖出去了。今天第一批集中出货的分红兑现，17口糖按各家堂口的产出比例分，念到名字的上来领钱。张德顺，你家那口老糖这收复制最卖力，产出130只，达标率最高，分红12万，上来领。12万，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秦玉，你不是在唬我吧？不是唬，是你自己养出来的。太好了，太好了，看见没？跟着秦玉干，真能挣钱。下一个是不是我家那口糖？这批也卖了20多只。还有我那口糖这个月达标就出了40。别急别急，念到名字的上台，没念到的排队，人人有份儿。刘满仓分红10万，王德发分红8万5，赵四平分红7万。若涵，你过来。爸，怎么了？爸，这是你给我买的？不是我买的，是秦毅。秦玉说，你手机里有妈妈的照片和语音，那些照片一张都不能丢。这手机是他用自己的钱买的，最新款，
照片能存很多很多张，以后不用怕不够用了。各位乡邻，钱领完了。我再说一件事，今天大家拿到的是第一批分红，靠的是养鳖卖活体。但养鳖这件事儿，技术再好也看天吃饭。一场暴雨，一次倒春寒，塘里的产量就要打折。咱们不能只靠一条腿走路，所以我要成立公司，在村里建标准化深加工工厂，把品相不加汾的甲鱼加工成水产深加工制品，稳定批量加工外销，走深加工，不受季节限制，溢价是活鳖的3倍，这才是长久之计。秦爷，你说的这个理儿我们都懂，可是这次带出去给纪元的样品不是被退回来了吗？那个孟华还放话说全省城没人敢收咱们的货，现在继续生产，万一批量出来又卖不出去，仓库里堆着，不全都是赔本买卖？孟华能封省城的线下渠道，他能封全国吗？你们只管生产，销售的事儿我来解决。秦卫，这钱是你带我挣的，你说干我就跟着干，我这12万投回公司当本钱。我家那口糖这次分了8万5，我也跟，还有我跟着秦卫干，不比给纪元当孙子强。那还等什么？咱们今天就开干！沈叔，按你说的规格，第一批全部下线，鳖甲粉500盒，甲鱼膏300罐，品相我抽检过了，全部达标。东西是好东西，老周的质检也过了。可是秦玉，货堆了这么多，接下来怎么办？是啊，秦玉，东西是真好，可要是卖不出去，这么多货压在仓库里，光包装费就是一笔不小的账。上次去纪元，人家门都不让我们进。线下他不让我们进，我们就走线上。这真的会有人买吗？这才刚上线，相信我，一定会有人。宇哥，你看看，鳖甲粉的库存全卖完了，甲鱼膏还剩不到50罐。500盒，一下子全没了，这不是做梦吧？秦玉，咱们的东西真有人买。沈叔，这只是一天，以后只会更好。今天叫大家来，只为一件事。沈国良和那个毛头小子最近在省城卖鳖甲粉和甲鱼膏，动静不小。我知道在座有人已经收到他们的供货报价了。我丑话说在前头，纪元在省城滋补渠道做了14年，所有药膳工坊、连锁药房、养生馆的货源都是我孟华供的。谁敢接他的货？纪元的全线产品从明天起一律断供。孟总说笑了，我们跟纪元合作这么多年，哪能因为一家新公司就弃旧投新？就是，孟总放心，我们犯不着为了一家连听都没听过的小公司拿自家的货源开玩笑。算你们拎得清。孟总，不好了，您快看看这个，网上有一家新店卖鳖甲粉和甲鱼膏，昨天刚上线就爆了。什么？1天之内500盒全卖完了？全卖完了，甲鱼膏也只剩不到50罐。孟总，现在整个滋补品圈子都在转发他们店铺，说这是省农科院张教授亲自推荐的新品牌。纪元垄断了这么多年，终于有竞品了。玉良的东西品质不输纪元，价格还便宜2成。沈国良好好的很，你们不是想在线上卖吗？我让你们尝尝什么叫真正的厉害。宇哥，不好了，我们的评论区被冲了。吃了1个礼拜，上吐下泻，这家店卖的是毒药吧？沈国良14年前就卖假药，害死了自己老婆，现在又出来骗人了，大家别上当！什么金甲鳖都是噱头，检测报告肯定是假的。从凌晨3点开始，差评一条接一条，根本删不过来。现在社交平台上也开始有人骂我们了，把爸当年那些旧事全翻出来炒。肯定是当年害我的那帮人，他们又来了，这可怎么办？再这么下去，咱们好不容易攒的口碑全完了。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啊，你说什么？你还会这个？你忘了，秦玉可是理科状元。这些差评不是普通用户发的，有人统一组织、统一时间、统一话术，背后肯定有做号团伙。找到源头 IP， 就能揪出谁在操盘。找到了，造谣的水军账号全部来自一个实名认证李伟。李伟是我当年的秘书，公司一出事他就消失了，杳无音信，还卷走了公司账上仅剩的300万。什么？既然如此，沈叔，我们去会会这个李伟。孟总，你就放100个心吧。我找的那批账号全是一手实名号，发了300多条差评。今早起来，他们店铺评分已经从5星掉到3星了。
沈国良那老东西肯定发现不了是我们。干得漂亮，李伟，答应你的钱已经转过去了，你查一下。收到了，收到了，谢谢孟总。孟总还是跟当年一样阔气。您放心，我这边再加把劲儿，今晚再上一波，保准让他们店铺彻底完蛋。沈国良啊，沈国良，你当年好歹也是个大老板，没想到现在就跟着一个毛头小子在网上开店。不过孟总出手，你们还想翻身？做梦去吧！老板，钱放桌上了啊！沈总，你怎么在这儿？当然是来找你的，李秘书，好久不见啊！好什么？来，好好说说，当年到底是怎么回事？李伟，你跟了我7年，当年我一出事你就消失，还卷走了账上仅剩的300万，今天你总该给我一个交代。沈总，对不起，当年的事全是孟华指使的。孟华？果然是他。继续说。当年他找到我说，只要我把公司的质检资料偷出来，他就给我200万。我老婆那时候查出肾病，透析一次好几千，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200万就让你把我卖了，你知不知道你出卖的不只是公司，还害死了刘梅？我以为他只是想抢几个客户，我不知道他会把事情闹到媒体上去，更不知道他会拿刘梅姐的病做文章。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报纸已经登了，公司已经崩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沈总。那今天网上那些差评也是孟华指使你做的，对吗？没错，都是他。他给我钱，让我找账号在你们店铺刷差评，把当年那些旧新闻重新翻出来炒。沈总，我对不起你，我不是人，你打我吧，你怎么打我都行，求求你原谅我。你们毁了我的事业，还害死了我老婆，我绝不原谅！我现在就报警，把你这个害死我妈妈的凶手抓起来！求求你们别报警，我有孩子，我老婆还在透析，我进去了。秦宇，好消息！这周末省里举办华东区高端农产品及健康食品博览会，参展企业可以获得省级官方背书和全国采购商资源。我给你们玉良生物申请了一个展位。对了，孟华的纪元集团也会参展。谢谢张教授。另外还有一件事想请您帮忙，博览会现场，我需要一个主舞台的发言时段。好，我帮你申请。李伟，我可以不报警，但你得帮我做件事儿。好，你说什么我都做。哟，这不是玉良生物的秦总和沈总吗？最近网上挺热闹啊，我听说你们店铺评分从5星掉到3星了。年轻人，电商不是那么好做的，有搅屎棍当然不好做。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你雇水军刷差评翻旧账，给我们泼脏水吗？我怕你们笑话。沈国良早就是我的手下败将了，我不过是替消费者把把关。各位都来看看啊，这位就是玉良生物的沈国良，当初他卖假药的事上了省城各大报纸的头版，圈内谁不知道？一个破产老板跟那个毛头小子能做出什么好东西来？大家心里都有杆秤，对吧？没错，当年那些事儿传得有鼻子有眼的，他沈国良身上要是真干净，能被人盯上，我看就是狗尾巴吃屎。就是一个破产老板跟个毛头小子搭伙，能搞出什么正经东西？孟总说的对，这种有前科的人做出来的产品，谁敢往柜台上摆？消费者买了还不得骂我们瞎了眼？也不知道今天怎么有脸来的。孟华，你今天当着这么媒体和采购商的面帮我搭了个舞台，那我正好借此机会把话说清楚。我说那些有卖假药的新闻是被人花钱买通的，出者就是你，孟华。你说是我干的，法院都拿不出证据，你上下嘴皮一碰就想翻案，没有证据就别在这里血口喷人。既然孟总想要证据，那我就满足你。我叫李伟，14年前我是沈国良的秘书，今天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出当年的真相。当年陷害沈国良卖假药的事，全部是纪元集团董事长孟华一手策划的。他给了我200万，让我偷出公司的质检资料，然后买通了质检所的人出具假报告，诬陷沈国良产品重金属商标。他还把沈国良妻子刘梅患癌的消息散播出去，造谣说是被假药害的。但沈国良是清白的，他的妻子刘梅是因胃癌去世的，和产品质量没有任何关系。这视频是伪造的，李伟算什么东西？一个卷款跑路的秘书，他的话能当证据？他是在报复我，对，报复我，我根本不认识什么李伟。孟总说不认识李伟，可你们所有转账记录、通话录音、邮件往来他都留着。
这是当年你打给李伟的200万银行转账凭证，这是你买通质检所老孙的汇款记录，这是你当年向媒体匿名投稿造谣沈国良邮件原文，你连标题都没改，叫假药大王沈国良害死发妻，需要我念全文吗？你怎么可能有这些？你当年用假证据毁了一个人的清白，今天我用真证据毁了你。孟总，求锤得锤，这么多够不够？孟总，你刚才还说玉良的东西有问题，你自己干的事儿才叫伤天害理。我合作上了纪元10年，居然跟一个用假报告毁人清白的人做生意。今天回去我就把合同全退了。孟总，李伟视频中指控你买通质检所伪造报告造谣污蔑，请问是否属实？孟华，你涉嫌商业诈骗是真的吗？请你解释一下这份证据。我没有，都是假的，是沈国荣陷害我。现在体会到了。当年你拿假证据栽赃我也是这样站在所有人面前百口莫辩。只不过你说我的那些全是假的，今天大家说你的全是真的。不过我只想问你一句，我和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害我？沈国良，别装了，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当年你比我快一步抢了市场份额，我比你更努力，凭什么你发财我捡剩饭？凭什么你有老婆有女儿，我什么都没有？我就是要让你身败名裂，我就是要让你比我更惨，我不服！就是因为嫉妒我比你强，所以你就毁了我的公司，害死我老婆。孟华，你努力的就是怎么害人吗？你凭什么教训我？你当年不过比我运气好一步，今天我栽了，我也不让你好过。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住手！孟总，我已经报警了。另外，作为本届博览会主办方代表，我现在正式通知你，纪元集团从本次博览会除名，展位即刻撤销，全部参展资格永久取消。你不用再费心嫉妒谁了。从今天起，省城滋补品行业没有你的位置。赵教授，不要！我错了，我知道错了，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纪元是我一辈子的心血。把孟华带出去！不要！不，沈国良！你别得意，你老婆活该，她活该，我还会回来的。沈叔，从现在起，没人能再拿当年的事儿戳你脊梁骨了。秦玉，谢谢你，14年了，我今天终于能挺直腰杆，站在所有人面前告诉他们，我沈国良不是骗子，这份清白是你帮我还回来的。秦玉，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了。网上有人说我们玉良的鳖甲粉是假货，说粉质粗糙，品质低劣。今天我把货拿到台上来，是不是假货？各位自己看。粉末细度200目以上，膏体透亮，没有腥味儿，这就是玉良的产品。网上那些差评哪来的？刚才李伟的视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有人花钱买水军，批量造谣。各位做滋补品这么多年，东西好不好过你们的眼就知道。我秦玉不做一锤子买卖。玉良生物的每一盒产品都附带质检报告，有任何质量问题，退1赔10，白纸黑字写进合同。这粉确实细，比纪元的强。秦总，你说退1赔10，敢写进合同？没错，现在就可以签。秦总，刚才是我糊涂，被孟华压了这么多年不敢说话。今天你给我个机会，玉良的货我第一个签。秦总，我这边连锁药房30家门店，鳖甲粉和甲鱼膏各要1000盒。我这边是省外来的，专做养生品电商。你们店铺爆火那批货我们没抢到，今天必须把合同签了。秦总，我已经跟总部通过电话了，玉良全线产品纳入我们明年的核心采购名录，现在就签3年。秦玉，你小子真没让我失望，短短几个月就打垮了孟华。玉良生物从今天起就是我们研究所的长期合作单位，有任何技术需要随时找我。谢谢张教授。下周就开学了，你公司这一摊子事儿打算怎么办？开学我照常去报道，
公司的事儿，我不在的时候，所有日常事务由沈叔全权决定。每周视频例会照常开，重大事项线上投票表决。再说了，我又不是不回来。可是省城这边的客户才刚签下来，工厂那边生产排期也紧，我怕我一个人撑不住。沈叔，今天这展位上几十份合同，是你一份一份签下来的，你撑得住？秦玉，所里有点急事儿，我先走了。沈总，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张教授慢走。你什么时候走？明天一早。哦。到了学校，好好学，可别给我们丢脸。好，我在大学等你。考上了，若涵考上了，梅呀，咱们女儿也考上状元了，你看到了吗？妈，我做到了，我没给你丢人。秦玉回来了，秦玉回来了！秦玉，我考了全省文科状元，和你一个学校，怎么样？我厉害吧？厉害，我知道你能行，这是给你的礼物。这是当年那双是阿姨送的，这双是我送的，以后的路我陪你走。各位来宾，今天是玉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上市的日子。从一口放弃20年的鱼塘起步，到如今全国最大的生态养殖深加工企业，这条路他们走了4年。现在，让我们有请玉良生物创始人秦玉先生为公司敲响上市钟声。沈叔，你来和我一起敲钟。这是你的公司，也是你的。公司能走到今天，离不开你，沈叔，陪我一起呢。梅，陪我敲钟了。祝贺玉良生物603888正式挂牌交易。咱们村出了2个状元，还出了一家上市公司，祖坟冒青烟了。儿子看见没？那是你玉叔，以后你也要像他一样，做个有本事、有情义的人。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脚下的路自然会越走越宽。